美国被中东局势呢拖了后腿，这一拖呢就是10几年，到头来呢终究是错过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好时机呀。好，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咱们回头看看，像奥巴马、特朗普、拜登这3任总统的执政日子，就知道。那么，在美国呢，本该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候，偏偏在中东栽了跟头。那么战略重心呢歪了，手里的资源也被拆的是七零八落。那最后呢，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中国是一路飞速发展。那么在奥巴马呢刚上台那会儿呢，这个心气儿应该说特别高拍着胸脯说要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么一门心思呢要推这个重返亚太的战略，就是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对付中国身上。那可是计划就赶不上变化了。阿拉伯之春呢突然爆发，那么叙利亚内战呢也是打个不停。那么在当时还有个 ISIS， 那就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又趁乱冒了出来。那就像是有一股这个无形的力量，硬生生的把美国又拉回了中东的这个烂摊子。奥巴马呢本来想慢慢的从这个中东抽身，结果反倒是给陷了进去，只能搞这种长期的低烈度的介入。那之前呢规划好的重返亚太呢也彻底没了当初的劲头，就有点力不从心。虽说美国呢在亚太的盟友体系和军事部署呢至今呢还有不小的影响力，但是原本的蓝图确实呢因为中东这摊子事儿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那么更为关键的什么呢？就是奥巴马政府呢从伊拉克呢撤军太急，后续的这个善后工作根本就没做到位，这也就给了 IS 崛起的一个机会，也进一步的牵扯了美国的精力让他呢没法专心的去应对亚太这边的事儿。如果说奥巴马呢在中东的困境呢还有几分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那么特朗普呢就是纯属自己往火坑里跳，而且是越陷越深。他一上台呢，就喊着美国优先的口号嘴上说呢要从中东抽身，把战略重心呢转到亚洲，可是实际做的事儿全跟口号对着干。退出伊核协议下令斩首这个伊朗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还频繁的用无人机搞打击。那你看，这不是深度的介入中东，又是什么呢？当然得说清楚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并没有正式对伊朗宣战。之前网上传的什么为了中东事务推迟访华计划，也被美方澄清是假消息。但是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特朗普呢确实把原本部署在亚太的海军陆战队员和萨德反导系统呢全部都调到了这个中东。那这么一来呢，他喊的聚焦印太战略，它就成了一句空话。美国这么一折腾不仅没法再对中国形成这种有效的威慑，连亚洲的盟友们也开始怀疑，说美国能不能兑现安全承诺了。那到了拜登上台呢，虽说咬牙完成了阿富汗撤军这个硬骨头，一心呢想从中东的泥潭里边拔出来，可是现实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呀。也门局势呢乱得没个头巴以冲突呢打打停停就从没断过，伊朗核问题也是反反复复，它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把美国缠的是动弹不得。拜登政府呢没办法，只能继续呢往中东砸大量的这种战略资源，就是为了保住石油美元体系护住自己在中东的盟友。可是这种既要想抽身又不想丢利益的这种矛盾的选择，那只会让美国呢在中东是陷得更深，根本就是没精力集中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其实呢，美国在中东的困境说到底，它就是战略上的矛盾和无奈。中东这个地方呢，对美国来说呢太重要了，关系到石油美元体系的稳定，还牵扯到盟友的安全，美国呢根本不可能轻易放手。可是呢，另一方面，他又怕过度的介入会陷入这个战争泥潭，耗光自己的资源，影响到全球其他地方的这么一个部署。那这种既想收缩又不愿失控的纠结，让美国呢在中东的介入总是陷入这种投入不多、风险呢却不小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只要一有突发事件，美国就不得不加码投入，最后只会是越陷越深。奥巴马当年呢在中东搞的这个离岸平衡的战略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仅没起到作用，还因为这种政策摇摆进退不定，把整个地区搞得是更乱了。那就在美国被中东的这个烂摊子忙的是焦头烂额的时候呢，
中国却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战略窗口期，经济呢是一路飞速发展，那国际地位呢也是越来越高。比如说咱们是搞的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光拉近了和周边国家的这个经济合作也让中国呢在全球治理当中有了更多的一种话语权。那么我们反观美国呢，一边要应付战争的消耗，一边呢又要分散精力在中东，那么对华谈判的筹码应该说是越来越少了。亚洲的盟友们对他的这个安全承诺也越来越怀疑了所以呢，我们你看回头看这10多年，美国3任总统在中东栽的这个跟头，其实就是给他的全球战略敲了个警钟。怎么去平衡地区利益和全球战略怎么避免呢再陷进战争的泥潭怎么集中资源应对真正的挑战？那这些问题美国恐怕以后真得是好好的琢磨琢磨了。而对我们中国来说，那眼下最该做的就是继续抓住这个战略的窗口期，深化改革开放把这个综合国力再提一提，带着更多的自信，那么一步步的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